上班族的致富之路到底在哪里？用提统者的全部精力去解决建筑师的系统问题，是上班族致富路上最深的苦。我们被训练成一名优秀的提统者，在职场上拼命奔跑，却发现这条赛道的尽头并没有财务自由的出口。你渴望成为一名建筑师，为自己设计财富系统，却发现社会没有给你蓝图，环境不给你时间，内心充满对未知的恐惧。于是你卡在中间，拿着提统者的工资，怀住建筑师的梦想，承受着消费主义的诱惑，进行着买阳者的投机，最后陷入追车者的焦虑。最苦的是，你觉得自己明明在努力，每一步却好像都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空转。这种感觉很像一个被困在透明房间里的人，你能清楚地看到致富的目标就在外面，却找不到门，甚至不知道该推哪面墙。你所有的努力，加班、省钱、学理财，有时候感觉像在撞墙，不仅疲惫，还伴随着对自我能力的深深怀疑。没关系，感到很多恰恰说明你看清了问题的复杂性，这比盲目乐观要清醒得多。我们可以把这些感觉的具体困扰一个个摊开来看，他们就没那么可怕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聊聊，对多数普通上班族而言，面对一份固定的薪水，财务自由往往不是梦想，而是一种隐隐作痛的焦虑。致富从来不是一蹴可及的奇迹，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它不是等着被带路，而是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铺出一条走得下去的道路。而这条路的起点，往往不是投资技巧，不是副业清单，更不是一夜翻身的捷径，而是改变你对薪水的使用方式。朋友，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夜晚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打开手机，看着银行账户里那个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的数字，心里忍不住浮现一个问题：难道我这一生就要被这份薪水绑住了吗？我们是最典型的上班族，早九晚五，收入固定，该怎么办？拼命加班升职，发展副业，还是一定要学会炒股？每一条路都有人说成功，每一条路也都有人踩过坑。焦虑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通病。我们每天被30天财务自由、被动收入速成的标题轰炸，在社群媒体上看着那些庞佛轻松致富的故事，再低头看看自己的薪资单，一股无力感悄悄涌上来。这就像站在岔路口前，眼前满是看似能通往远方的小径，却不知道哪一条真的走得通。我们太想找到那条唯一正确的致富之路了，但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。上班族的致富不是一场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不是找到现成的捷径，而是为自己修一条能长期行走的路。而这条路的第一步，是一个简单却极度违背直觉的行为：支付自己优先。在真正踏上财富之路前，你必须先为自己建立一个基地，一个能抵御风雨，让你补给与休息的地方。这个基地的第一块砖就是你的薪水。重点不在于薪水的高低，而在于你如何对待它。想象一下，薪水入账的那一天，你不再先想着还卡债、买咖啡、点外送，而是像收到一笔最重要的业务款项一样，第一时间把其中15%或20%自动转入一个只进不出的账户。这个账户是你的兵粮库，也是你的建材厂。它的使命不是躺住，而是被有系统、有纪律地输送到未来能产生动能的地方。这个动作的真正意义在于，你正在对自己宣告一件事：我的财务未来不是消费之后的参与，而是我人生中必须被优先支付的第一笔支出。这就是你财富之路的第一块砖。所以在投资之前，我们真正该做的是先打好本金的基石。你的工作是一座现金流工厂，不要只把它当成糊口的工具，而是你整栋财富大厦最稳固的地基。专注提升职场竞争力，争取升职加薪，这是扩大本金最直接、风险最低的方式。同时，发展副业或技能变现，把兴趣与专业转化为第二条收入来源，不只增加本金，也为人生带来更多财务弹性。
而所有行动的核心都指向同一个原则：先支付自己，领到薪水后，先自动存下一部分，剩下的才是你可以安心使用的可支配收入。这彻底颠覆了先花钱再看看能不能存的这习惯，确保你的本金能在时间中稳定成长。当你认真工作，持续储蓄，下一步才是为自己架设真正的投资引擎。因为当本金累积到一定程度，你就不能再让钱静止不动，它必须开始为你工作。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让这第一块砖不只是被放好，而是慢慢连成稳固的地基，最终撑起一整栋高楼。一提到投资，很多人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股市里红绿交错的跳动，忽上忽下的曲线，还有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涨跌瞬间。这样的画面难免让人却步，仿佛那是一个需要高深技术、内幕消息，甚至一点运气的战场。但对绝大多数上班族而言，真相恰恰相反。我们不需要成为冲锋陷阵、日夜盯盘的突击队，我们更适合的角色其实是基建工程兵。工程兵的任务不是预测明天哪一档股票会涨停，而是在一个最宽广、最基础的战场上修建一条能长久运作的补给线。这条补给线就是定期定额投资于代表整体市场的指数基金 ETF。 投资并不是赌博世界的输赢，而是取得一张参与世界经济成长的门票。它的本质是成为一群优质企业的部分拥有者，或把资金寄给稳健的实体经济，分享他们长期创造的成果。也因此，那些追逐短线、靠运气压住的投机行为，对上班族来说风险过高，成本过大。比起一次次冒险，更聪明的做法是建立一套能长期运转的自动化投资系统。这也是为什么指数化投资值得被拥抱。透过低成本的指数型 ETF 分散投资整个市场，对多数上班族而言，这是一种省时、高效而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策略。甚至连巴菲特都一再建议普通投资人选择这条路。具体的做法很简单，却非常不容易。在固定的时间投入固定的金额，不论市场高或低，都照表操课。这个机制会自动帮你克服人性的两大敌人：恐惧与贪婪。市场下跌时，你会不自觉地买得更多；市场狂热时，则自然买的较少。很多人之所以害怕投资，是因为被带进了前线作战的节奏，总觉得要冲第一线，抓涨停板，找10倍股才叫真正的投资。但对上班族来说，我们去前线不是当突击队，而是当工程兵。不追求一击制胜，而是用最可靠的方法，在最广的战场上修一条能走很久的路。你不需要知道哪一家公司明天会胜出，你只需要相信一件事：只要整个经济还在前进，这条由成百上千家公司铺成的大道，长期来看总是向前延伸的。你的任务很单纯，每个月定时定额把建材送到这条大道的工程现场。牛市时建材贵一点，熊市时同样的钱却能铺出更多路面。而你作为工程兵，只做一件事：风雨无阻，雷打不动。市场热闹时不被情绪带走，市场低迷时不因恐惧停工。当时间拉长，你会发现正是这种看似平凡、毫不起眼的纪律，一块一块把你的财富地基铺成了一条真正走得远的路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关键步骤，往往比择时进出更重要：资产配置。与其猜测市场什么时候高，什么时候低，不如先决定好你要站在哪个位置。依照你的年龄与风险承受度，设定股债比例是最务实的做法之一。例如常见的原则，100减年龄等于股票配置比例，其余则配置在较稳定的资产上。更重要的是，定期例如每年一次进行再平衡，不是为了预测行情，而是单纯把比例拉回原点，让风险不随情绪失控。当这套投资系统设定完成后，你其实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
还给生活与本业。投资不该占据你每天的心神，你的工作只是持续投入种子、本金，然后让时间替你完成森林的生长。真正成熟的投资状态是市场每天波动，但你照常过日子。因为致富之路从来不是某一个神奇动作，而是一整套能长期运作的系统。你可以这样理解它，防御系统就是足够的紧急备用金，6到12个月生活费，以及适当的保险配置，医疗、寿险、意外险，确保你不会因人生意外被迫在最糟的时刻外出投资。进攻系统就是你的投资组合，负责长期成长与复利累积。能源系统就是你的主动收入，工作与副业源源不绝地提供建材与燃料。导航系统就是你的财务知识与投资纪律，定期检视方向，但不因短期波动而急转弯。回头看上班族的致富之路，与其说是发现什么密道，不如说是亲手修建一条理性而可持续的道路。这条路以本业为起点，以储蓄为材料，以投资为功法，以复利为加速器，并由纪律与时间日夜守护。它不惊心动魄，却步步算数；它不承诺一夜暴富，却终将带你抵达财务自主的平稳彼岸。如果你想现在就开始，3个简单的行动就够了：检视上个月的收支，立刻设定支付自己优先的自动转账，开设证券账户，研究一档代表整体市场的指数型 ETF， 算一算复利。假设每月固定投资一笔金额，20年后会长成什么样子？你不需要完美起步，只需要开始。只要这条路一旦动工，时间就会站在你这一边。这让我想起那个被反复提起却经常被低估的词——复利奇迹。在这条致富之路上，时间是唯一真正的魔法。这一段路没有烟火，没有掌声，却是整个系统中最平静也最强大的核心。因为财富的成长本质上不是线性的，而是指数函数。真正的关键变数从来不是技巧，而是时间。也难怪复利会被称为世界第8大奇迹。一笔资金只要有合理的年化报酬率，例如7%，20年后会成长将近4倍，30年后接近8倍。你唯一需要做的其实只有2件事：尽早开始，然后不要打断它。而对上班族来说，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：我们最大的优势正是时间。从25岁开始投资和从35岁开始，即使投入金额相同，最终结果却是天壤之别。这也是为什么成熟的投资人更像一位耐心的园丁，而不是四处奔波的猎人。市场99%的时间都在震荡、盘整或令人昏昏欲睡，真正贡献大部分涨幅的往往只有那关键的1%，而频繁进出市场的人很可能正是在这1%出现时不在场。很多人向往被动收入，脑海里浮现的是收入像羊群一样倍增，但请小心，这其实是让无数上班族误入歧途的幻想。如果你期待的是快速翻倍、源源不绝的奇迹，很容易就会从投资者变成投机客。与其追逐这种危险的想象，不如老老实实的把重心放在建立一套能长期运作的系统上。定期定额投资指数型基金，它不华丽却安全，不刺激却可靠。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无聊？没有传奇故事，没有戏剧性的翻盘，但真正的致富核心从来不是刺激，而是不中断。你知道这个系统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它完美的利用了上班族最强大的2项资源：稳定的现金流和足够长的时间。我们不可能像专业投资人一样全天候盯盘研究，但我们有每个月固定流入的薪水，以及未来20-30年的工作岁月。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复利武器。等你把定投系统设定好，它会在你上班、开会、吃饭、陪伴家人，甚至睡觉的时候，默默的、安静的为你工作。没有声响，没有提醒，
财富的雪球就这样在时间的坡道上一圈一圈的滚动，越滚越大。你不需要时时盯着它，只要确保这条路不被中断，时间会完成剩下的一切。当然，除了修建这条致富大道，任何长期工程都不能忽略一件事：防御工事。在你正式启动这项漫长的基建工程前，请务必先守护好你的基地。这意味着要做好最基本却最关键的风险隔离，为自己预留3到6个月的生活费，就像在城池外挖出一道护城河。配置好基本的医疗与意外保险，就像替自己穿上必要的盔甲。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即使生活出现意外，你也不会被迫从正在建造的致富大道上出走建材。同时还有一项投资永远不该停止，投资你自己。你的专业技能、健康状态、认知视野，才是所有现金流的真正源头，也是这趟旅程真正的发动机。市场可以起伏，报酬率会波动，但只要你还在成长，你就始终保有选择权。所以，请从今天开始做3件很小却很关键的事：检视你的收支，设定那个支付自己优先的自动转账，开设一个证券账户，去了解一档追踪整体市场的指数型基金。拿起计算器算一算，如果每月投入一笔不痛不痒的金额，在20年复利的作用下，它会成为多大一个让你安心的数字？如果要把整条路浓缩成一句话，那就是上班族的致富之路无非4件事：优先支付自己，累积建材，成为耐心的基建工程兵，用定投修一条市场大道，修好护城河，保护基地，让工程不被中断，然后把一切交给时间。上班族的致富之路不是跑车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，更像是一项长期修路工程。许多人幻想着一张财富地图，期待找到一条直达宝藏、毫无阻碍的密道。但现实是，对上班族而言，致富从来不是找到路，而是为自己修一条路。这条路没有奇迹捷径，但有清楚可循的工程蓝图。它不传奇，却可复制；不快速，却很踏实。它承认我们精力有限，所以用系统取代情绪；承认我们无法预测未来，所以用参与整体取代压住个别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致富从来不是某个抵达的终点，而是这个不断建造、持续前行的过程本身，让你重新拿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，以及一种真正的自由。于是焦虑慢慢退场，你不再需要寻找那条神秘的唯一之路，你只需要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那条普通之路。致富之路没有藏宝图，它始于你此刻迈出的那一步。最适合开始的时间，一是10年前，2是现在。记住，路是修出来的，不是找出来的。